你有没有想过，此时此刻，就在你看着屏幕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底层运行逻辑正在发生一场几百年未有的巨变？绝大多数人对此还一无所知。关于 AI， 也就是人工智能，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讨论是什么？是不是都在担心，哎呀，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抢走？以后我是不是就失业了，没饭吃了？如果你还在纠结这些问题，那我得坦白告诉你，你的格局稍微有点小了。真的。因为就在最近，全球顶级的金融巨头德意志银行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德银，发了一份足以震撼整个经济学界的重磅报告。这份报告根本不在乎你明年会不会换工作，他在推演的是人类文明的终局。他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，甚至让人听着有点想笑，但仔细一想又全身冒冷汗的观点。AI 的最终发展不仅会让全人类失业，甚至连我们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制度都要跟着一起终结。这可不是我在耸人听闻。德银的外汇研究全球主管，一个叫乔治·萨拉维洛斯的大佬，他在报告里提出了2个极端。第一个极端叫彻底替代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 AI 不仅仅是抢走你的工作，它会把工作这个概念本身给消灭掉。在这位大佬的推演里，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这个社会，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，可能都要走到头了。早在180多年前，马克思其实就预言过这种场景。巧的是，现在的科技狂人马斯克，他的愿景居然跟马克思当年的构想差不多。他们看到了同一个终局，未来的世界，机器把活全干了，人类不需要劳动了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别高兴太早。德银的报告指出，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，我们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。你想啊， AI 把活都干了，那财富和收入会去哪儿？肯定全跑到了那些拥有 AI、拥有机器人的少数人手里，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家手里。而我们普通人呢？因为没有工作，就没有收入。这时候，尴尬的事情就来了。工厂里的 AI 机器人还在不知疲倦地生产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东西多得不得了，堆积如山。但是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钱，这些东西根本没人买得起。这就好比说，全世界都变成了无人超市，里面摆满了山珍海味，但我们手里1分钱都没有，只能站在门外看着。这就是德银推演的第一个恐怖终局，财富极大丰富，但普通人却陷入了极度的贫困。整个经济就像一台卡死的机器，转不动了。当然，德银也给出了第2种可能，叫历史重演。这种可能性就比较温和了。意思就是说， AI 就像当年的蒸汽机、电力、互联网一样，只是一种新的技术工具。它确实会提高效率，也会让一些旧的工作消失，但同时也会创造出很多我们现在想都想不到的新工作。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， AI 不是来取代人类的，而是来给人类打下手的。虽然社会也会有动荡，有裁员，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新政策、新法律来修补这些问题。经济运行的逻辑跟过去几十年差不多，股市慢慢涨，物价慢慢升，我们还是该上班上班，该吃饭吃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这辆人类文明的列车，到底是正开向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极乐世界，还是正开向一个全员失业的深渊？又或者，我们仅仅是迎来了再一次普通的产业升级？德银的这份报告就像是一个高空无人机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看过的全新的视角。今天我就带你把这份报告彻底拆解开来，看看那些绝顶聪明的经济学家到底在担心什么，又在期待什么。我们先来聊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说当资本变成劳动时，我们以前学的那套经济学，甚至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根基，可能都要完蛋了？要理解 AI 的破坏力，我们得先明白现在的世界是怎么运转的。从经济学的鼻祖亚当·斯密开始，几百年来，
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：要想把东西生产出来，需要2样东西，一个是资本，一个是劳动。资本是什么？就是钱、工厂、机器。劳动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人的体力、脑力、时间。这2个东西就像是人的2条腿，缺了谁都不行。而且它们在市场上是有各自的价格的。资本的价格是利率，劳动的价格是工资。谁稀缺，谁的价格就高。你看过去200年的历史，确实就是这么回事。蒸汽机发明了，马车夫失业了，对吧？但别急，蒸汽机需要人开啊，于是火车司机这个新行当就出来了。互联网出现了，实体书店倒闭了，传统报纸没人看了，对吧？但别急，互联网需要程序员写代码，需要快递员送货啊，需要外卖小哥送餐啊。在以前的技术革命里，机器总是资本，人总是劳动。机器再厉害，也得人来操作，人来维护，人来设计。机器是人的工具，是用来补充人的能力的。所以，不管机器怎么换，我们人总能找到活干。但是，德银报告里的 George 大佬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拥有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全自动机器人完全打破了这个规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资本变成了劳动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如果有一个机器人，它不仅力气比你大，而且比你聪明，不仅能干所有的体力活，还能干所有的脑力活，甚至它还能自己思考，自己设计新的机器人，自己去采矿制造机器人。那在这个机器人面前，它自己既是工厂和机器，资本，它自己也是干活的人，劳动力。它不需要人来操作，不需要人来维护，甚至不需要人来设计。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产系统。这时候，我们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学理论，那根基就咔嚓一声断了。报告里直白地说，当资本等于劳动时，工作的价值就会降至0，工资也会降至0。这在经济学家眼里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均衡，在科学家眼里，这叫起点，而在我们普通人眼里，这就是我们彻底没用了。当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人这个劳动力的时候，它作为一种制度也就过时了。好，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，一旦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劳动力被机器大规模替代，我们这个世界的宏观经济又会发生什么样奇怪的变化呢？这里德银引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推演。在德银设想的那个纯粹的 AI 替代工人的世界里，确实会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工资没了，也就是大家的收入没了，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却多得不得了。你想啊，机器不用休息，不用睡觉，不要工资，它们可以24小时不停地生产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海量的商品和服务会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。如果按照以前古老的经济学派的观点，比如一个叫萨伊的经济学家，他有个著名的定律，叫供给会自动创造其自身的需求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东西生产出来了，就一定能卖得出去，市场自己会修复问题。他们的模型是这样的，虽然机器生产让一些人失业了，但因为生产成本降低了，商品的价格也会跟着跌。跌到最后，失业的工人虽然钱少了，但因为东西太便宜了，他们用很少的钱也能买到很多东西，或者他们能在别的新领域找到更便宜的活干。总之，市场总能找到办法让大家都有饭吃，让东西都卖得出去。但是德银警告我们，在 AI 全自动化的世界里，这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会彻底失效。为什么？其实道理非常简单，简单到5岁小孩子都能听得懂。因为自动化会把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和收入极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，就是那些拥有 AI 机器人的超级富豪。而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铁律，叫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。大白话解释就是，一个穷人如果有100块钱，他恨不得把这100块全花了买吃的。但一个亿万富翁如果有100块钱，
这100块对他来说跟空气没区别，他根本不会去花。我们打个比方， AI 工厂一天能生产1万辆汽车，成本极低，只要电费。这海量的利润全是那个 AI 拥有者的。请问这位所有者，他一个人一天能买得下1万辆汽车吗？他能吃得下1万顿饭吗？他能穿得了1万件衣服吗？根本不可能。而另一边呢，是成千上万失去工作、收入归零的普通人。对他们来说，哪怕汽车只要100块钱一辆，他们也买不起，因为他们连1分钱都没有。这就出现了一个奇观，机器在疯狂生产汽车，多到堆不下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而人在外面走路，因为买不起车，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链条断裂了。这就好比说，电厂发了无数的电，但电线全断了，电根本输送不到我们家里的电器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市场永远不可能平衡。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德银指出，这正是经济学家们最害怕的景象，叫长期停滞。它的表现就是劳动人民的收入低得可怕，甚至是零；商品的价格跌得可怕，因为没人买，而海量的钱变成了超额储蓄，躺在富人的账户里发霉，而不是变成对商品的强烈需求。德银甚至在报告里冷冷地加了一句，在极端情况下，这可能会引发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。你想啊，人都快饿死了，看着满大街无人驾驶的货车里装满了面包，你说他们会干什么？好，聊到这儿，估计有人要说了，哎，博主，你别再这吓人了。市场失灵了，我们不是还有政府吗？我们不是还有市长、部长、总统吗？他们能眼睁睁看着大家饿死，他们能眼睁睁看着经济崩盘。这就要提到现代经济学的另一大支柱了，叫凯恩斯主义。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，其实大白话解释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事情搞砸的时候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得狠狠地出手来管一管。凯恩斯这位大神，他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承认了市场不是万能的。他认为经济出问题往往不是因为生产不出来东西，而是因为大家手里没钱，不想买东西，也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。这时候政府就不能闲着，得主动跳出来撒钱，要么是大搞基建，修路造桥，创造就业岗位，让大家有工资拿，要么是直接减税，甚至直接给老百姓发钱，让大家有钱去消费，把经济这台机器重新发动起来。那我们把这套理论套用到 AI 全员失业的场景里，看看行不行得通。在这个场景下，政府的干预可能就得变得非常极端了。比如政府一看，好家伙， AI 公司赚了全世界的钱，普通人1分钱都没有，那行，政府就得使出杀手锏，征收高额的 AI 税或者机器人税。不管你 AI 工厂效率多高，赚了多少钱，先拿出一大半来交税。然后政府手里有了这笔巨款，干什么呢？他也没法创造就业岗位了，因为活儿全让 AI 干了。所以政府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这笔钱均匀地撒给每一个普通的百姓。这就引出了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概念，叫全民基本收入，简称5比。意思就是不管你干不干活，不管你有没有能力，只要你活着，政府每个月都给你发一笔足够让你过上体面生活的钱。你用这笔钱去买 AI 生产的面包、衣服、汽车。这样一来，钱就从 AI 所有者那里通过政府流到了普通人手里，最后又回到了 AI 所有者那里。Economic cycle， 经济循环终于又转起来了，皆大欢喜，对吧？听起来这又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但是
德银的报告在这里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。报告引用了2位绝顶聪明的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的研究，他们可是专门研究技术发展史的。他们翻看了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历史，得出了一个让人心里发毛的结论：政策和制度的调整速度往往比技术变革的速度慢得多得多。大白话解释就是，机器抢你饭碗那是分分钟的事儿，但政府要想出台一个政策来救你，那可能得等上几十年。我们拿英国工业革命早期来打比方，那时候蒸汽机、大机器工厂出现了，确实生产效率提高了，英国变得更有钱了。但是那些因为机器出现而失业的传统手工业者呢？那些不得不进入充满危险、污染的工厂里，一天干16个小时活的工人们呢？他们的日子变得更好了吗？答案是并没有。历史数据告诉我们，在工业革命开始后的长达几十年里，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涨，反而还在下降。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起当农民的时候还要悲惨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没有劳动法，没有工会，没有最低工资标准，没有社会福利，资本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，而政府呢，还在用老一套的思维来管理新时代的经济，甚至站在资本家一边，镇压工人的反抗。直到几十年后，随着工人的不断斗争，随着社会矛盾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，政府才慢慢制定了劳动法，允许了工会，建立了福利制度，工人的生活才慢慢好转。这几十年在历史书上不过是短短的几页纸，但是对于当时活着的那几代普通人来说，那就是他们悲惨绝望的一生。德银报告警告我们， AI 时代这种情况极有可能重演，而且后果更严重。现在的 AI 进化速度是以天为单位的，今天一个 GPT-4， 明天可能就是一个能干所有活的 AGI。 如果 AI 用1年的时间就让全世界1半的人失业，你觉得我们的政府能在1年之内辩论清楚该不该征 AI 税，该怎么征，该不该发欧北，该怎么发，然后把这套复杂的系统建立起来吗？根本不可能。光是国会里的扯皮，估计就能扯上个10年8年。如果技术变革的速度远远快于政府和机构的适应速度，那么在凯恩斯的药方还没来得及熬好的时候，大部分普通人可能就已经倒在了通往黎明的黑暗里。为了防止这种惨剧发生，德银在报告里甚至给政府列出了一份紧急的体制改革清单，里面包括要建立更强大的劳动力谈判机构，也就是更牛的工会，要制定限制高科技巨头垄断的政策，要改革税收制度，不能让它偏袒资本而轻视劳动，要由国家来投资开发那些能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的技术，甚至要改革公司的管理模式，让工人也能分享利润。看着这份清单，再看看现在各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政治环境，你觉得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把目光再从具体的经济数据和政策讨论上往回拨一拨，拨到一个更宏大的宏观视角。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卡尔·马克思那是19世纪的思想家，他当年的理论核心之一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榨，并设想了一个机器全面自动化，人类不再需要劳动的未来社会。而埃隆·马斯克那是21世纪的科技狂人，他每天都在造火箭、造电动车、造 AI 大脑。他的终极愿景是什么？也是用 AI 和机器人去干所有的活儿，让人类过上一种不用为生计发愁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。你不觉得这事儿很神奇吗？一个是最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者，一个是最成功的资本主义践行者。他们2个人的思想在跨越了将近200年之后，居然在 AI 的终局这事儿上惊人地达成了一致。他们都看到了同一种未来。在这个全自动化的终局里，人类解决了自古以来的终极难题，
稀缺性。什么叫稀缺性？大白话解释就是东西不够用，饭不够吃，所以我们要种地；衣服不够穿，所以我们要织布；房子不够住，所以我们要盖房。因为东西不够，所以我们要劳动去创造，我们要竞争去抢夺。整个资本主义制度，甚至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规则，其实都是建立在稀缺这2个字上面的。但是如果 AI 让东西变得无穷无尽，不再稀缺了呢？东西多到你想吃多少就有多少，想住多大房子就有多大房子，而且不需要你出一分力。这时候社会的基础共识那可就彻底解体了。在这个全面自动化的场景下，资本主义的本质崩溃了。你想想，如果稀缺性被解决了，那产权还有什么意义？比如我拥有这台 AI 机器人的产权，所以我能享受它生产的东西。但如果别的人不需要我的产权，也能通过别的 AI 机器得到同样的东西，那我的产权有什么用？如果所有的东西都不用抢，都是免费的、无限的，那我们还需要钱吗？我们还需要警察来保护财产吗？我们还需要法律来规定谁拥有什么吗？这些问题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，但是正如凯恩斯在1930年那篇著名的文章《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》中就已经追问过的那样，当人类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劳动，当我们不用再为了一口饭而每天疲于奔命的时候，我们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是我们每天在虚拟世界里打游戏，还是我们去搞艺术、搞哲学，还是我们会陷入集体的虚无和迷茫？虽然这些话题看似很大很虚，但是德银在报告里强调，鉴于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，它们绝对与当前的金融市场息息相关。那些在股市里呼风唤雨的大佬们，他们现在的每一次买入和卖出，其实都在潜意识里对这个未来的终局进行着定价。好，我们扯了这么多宏大的理论，从马克思聊到马斯克，从稀缺性聊到人类存在的意义。估计有些观众朋友已经等不及了，想问博主，你别整这些虚的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们当下的投资该怎么办？我是该买股票还是该卖股票？是该存钱还是该贷款？德银有没有给点具体的指导意见？德意志银行的这份报告，它最牛的地方就在于，它不仅提出了理论，还给我们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。它把未来的世界划分成了2个极端的平行宇宙，并给出了清清楚楚的资产定价逻辑。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个平行宇宙，也就是德银推演的终局1 AI 彻底替代劳动。我们刚才详细拆解过这个宇宙，那是一个充满极端的颠覆的世界。虽然从生活水平来看，在这个宇宙里，经济稀缺性问题被永久解决了，那是一个不用干活也能活得很好的极乐世界。但是德银在报告里冷冷地警告，到达那里的道路将是最具破坏性且充满不确定性的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，宏观经济会是什么样？失业率会蹭蹭地往上涨，对吧？政府会面临巨大的、持续的干预压力，老百姓天天在闹事。整个社会其实都在为了谁来分这些由 AI 生产出来的财富而展开无休止的博弈。好，那在这个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宇宙里，金融市场该怎么定价呢？德银给出的逻辑是，宏观经济将面临极强的通货紧缩压力。大白话解释就是，物价会一直跌，因为东西多的卖不出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实际利率将出现结构性的、持续的走低。再说股市，按理说 AI 效率这么高，成本这么低，那企业的利润肯定是飙升的呀，对吧？股价是不是该涨上天？德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谨慎。报告认为，即使利润飙升，股票市场也将陷入长期的迷茫和大幅波动。为什么？
因为这里的逻辑是，企业面临的被没收风险将大幅上升。你想啊，当全世界都在挨饿，只有你的 AI 工厂在疯狂赚钱，你觉得政府和老百姓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可能会给你征收极端的高额税收，甚至直接把你的工厂给国有化了。所以，哪怕企业现在赚再多的钱，投资者也会担心，这钱明天还是我的吗？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，股价是很难形成稳定的长期上涨趋势的。而在外汇市场呢，德银也给出了明确的思路，在这个混乱的过渡期里，那些能够最成功管理这种平稳过渡的国家，其货币最有可能获得最大收益。这就像是说，大家都坐在一条快要翻了的船上，谁能最快最稳地把船划到对岸，大家就觉得谁家更靠谱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平行宇宙，终局2 AI 仅仅是赋能技术。在这个世界里， AI 并未引发所谓的起点，它也没有彻底取代人类劳动。它就像20世纪的蒸汽机、互联网一样，仅仅作为一种增强人类能力的技术，它只是来给我们打下手的。这是一个具有连贯性的世界，虽然也会有分配冲突，也会有劳动力市场的阵痛，但技术采用是渐进的，制度演变也是慢慢来的。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虽然一些活没了，但人类总能找到新的活干。那在这个比较温和、比较传统的宇宙里，市场定价逻辑又是怎样的呢？答案是与第一个终局完全相反。在这里，宏观指标将大幅指向上行，因为经济还在正常增长，所以通胀水平、实际利率以及股票市场都更有可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。就像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历过的那样。德银在报告的结尾用了一句充满哲理的话总结道：历史将压上韵脚，而不是断裂，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。大白话解释就是，虽然有了新玩意儿 AI， 但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逻辑还得按以前的老规矩来。好，聊到这儿，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。德银这份长达几十页的重磅报告，它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给出一个绝对的预测，它的目的是给我们建立一个分析框架。在这个分布极其宽泛的结果中，让我们知道当事情发生变化时，我们该怎么去思考。关于 AI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，这种辩论在短期内绝对不会停止。那么，站在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角度，现在该如何观测 AI 经济体演变的进度条，从而决定我们该活在哪个宇宙的定价逻辑里呢？德银给我们提炼出了2条明确的观测路标，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定要盯紧了。路标1，我们要盯紧劳动力数据的质变。我们是否开始观察到结构性失业率的上升？注意，不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周期性失业，而是因为机器太牛了，人真的没活干了。更关键的指标是，本来就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份额，也就是工资占整个经济的比重，是否进入了加速向下俯冲的轨道。如果这2个数据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的质变，那就说明我们可能真的在向着终局1彻底替代那个方向加速奔去了。路标2，我们要盯着财政与反垄断政策的转向。我们要看各国政府有多大意愿采取主动的财政和制度政策，他们是否开始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强力实施收入再分配，比如发钱、大幅提高福利。他们是否对垄断集中的资本财团，也就是那些掌握着 AI 核心算法和算力的科技巨头，采取了实质性的反垄断预防措施？如果政府反应极其迟缓，甚至无动于衷，那我们就要小心了，因为这意味着在通往终局的路上，混乱和动荡的时间将会被无限拉长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德银报告里描述的这2个终局，其实都已经不仅仅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了，它们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它们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在股市里的钱，
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养老金，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到底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生存。不管未来是极乐世界还是万丈深渊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思考，时刻观测那2个路标，做好准备。毕竟在这个被 AI 颠覆的世界里，唯有思考是我们人类目前看来还唯一拥有的特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的认知和投资思考有一点点启发，也请你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点击喜欢和订阅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